從抱歉走向降服，生命中有些深層的困境，單純的道歉是无法搞定的。真正的核心在于，我們要從習慣性的口头對不起，轉向內在徹底的降服。很多時候，人們容易陷入一種自義的陷阱，認為自己擁有現在的成就或品格，是因為自己足夠好，而別人沒有，是因為他們不如自己。這種心態會成為領受生命恩典最大的阻礙。故事背景：彼得曾經問過一個關於寬容限度的問題：如果有人得罪了我，饒恕7次夠嗎？他當時對自己這個答案充滿信心，認為這已經展現了極大的慷慨。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，不是7次，而是70個7次。為了解釋這個道理，有一個關於債主的故事。一個僕人欠下了無法估量的巨額債務，即便工作2萬年也還不清。他在主人面前跪下哀求，主人動了慈心，免去了他所有的債。然而這個剛剛被赦免的僕人走出去後，遇到一個只欠他一點點錢的同伴，卻不僅不肯寬容，反而掐住對方的喉嚨，關進監獄。關鍵所學自義的愚蠢。無論一個人覺得自己多麼完美，總有一些黑暗是自己無法勝過的。在自己的錯誤面前，人往往是最好的辯護律師，但在別人的錯誤面前，人卻成了最嚴厲的法官。一步之遙，無論現在的狀態多麼成功，其實離徹底的失敗往往只有一步之遙。驕傲會讓人以為前99步走得穩，第100步閉着眼也能過，卻沒意識到那一步可能是懸崖。道歉的局限：抱歉通常只是對過去行為的一個注解，它本身並不具備改變未來的能量。很多人不斷地重複同樣的錯誤，每次都說對不起，卻依然陷入循環，就是因為只有歉意，而沒有真正的轉變。應該怎麼做？首先，要誠實地承認我做不到，不要試圖向自己或他人保證我一定會改變，因為這種保證往往只會帶來更深的失望。其次，將道歉升級為降服。降服意味着來到更高的力量面前坦白，我不僅為做錯事感到抱歉，我更抱歉的是，我連改变自己的能力都沒有。這種承認自己無能為力的狀態，反而是轉機的開始。最後，要把信心建立在應許之上，而不是自己的承諾上。不要再說我保證不再犯，而是要請求從最基礎的地方重新打造自己。所有的改變都不是停留在对过去的悔恨，而是基於當下的決定。放下對他人的論斷，面對自己生命中的軟弱，從內心深處開啟一個全新的可能性。其實技術這東西早就鑽進咱們的日子裡了。就說每天用的手機吧，你發消息時敲的字，1秒鐘就飛到對方屏幕上，這背後是信號塔在幫忙接力，把電信號變成無線電波，像傳接力棒似的往前送。刷臉支付的時候，手機鏡頭掃一眼你的臉，就知道是你本人。這可不是簡單看長相，它會把你的五官輪廓變成一串數字，再跟手機裡存的數字比對，對上了才能付錢。這叫人臉識別技術，就像給每個人編了個獨一無二的數字密碼。家裡的掃地機器人為啥不會撞牆，還能把地掃乾淨？它肚子底下藏着小傳感器，像觸鬚一樣探路，碰到東西就趕緊拐彎，還會記着哪些地方掃過了，用算法規劃出最省勁兒的路線，比咱們自己掃地還會找竅門。冬天穿的羽絨服越來越輕，保暖性卻更好，這也是技術在幫忙。現在的羽絨經過特殊處理，能抓牢更多空氣，空氣是熱的不良导体，就像給身體裹了層暖空气被子，而且處理後的羽絨更蓬鬆，所以衣服才顯得輕便。還有咱們離不開的 WiFi， 看不見摸不着，卻能讓手機連上網。
它其實是一種電磁波，跟收音機接收信號的道理差不多。讀不清時是一種電磁波，跟收音機接收電磁波，跟收音機接收信號的道理差不多。路由器就是個信號發射站，把網線裡的信息變成電磁波發出來，手機收到了再轉成咱們能看懂的文字和圖片。你看，這些技術不是實驗室裡的稀罕物，都是讓日子變方便的小幫手。弄懂了他們的道道，用着也更明白，不是？